穷人的小提琴。在遥远的海的另一边，有一位国王，他有3个漂亮的女儿。王后对3个公主说：“喏，女儿们，你们去森林采摘草莓，谁摘的最多，我就将我的红裙子赐给谁。”公主们来到森林，欢快地摘起草莓。午时，他们在一棵大树下小憩，互相比了比谁摘的草莓更多。最小的公主独自摘的数量和其他2位公主加起来的一样多。当然，2位公主的嫉妒油然而生。小公主要得到红裙子了。大公主说道：“姐妹们，快来，我们再去摘一些，我们不能只拿着这些回家。”尽管最小的公主一再强调，再不回去，天黑前就赶不到家了，但是年长的2位公主依旧想继续摘。于是，小公主独自待在森林里，2位年长的公主则走到森林的另一个地方。不过，她们不是为了摘草莓，而是商量着谋害她们的妹妹。如果她们得不到红裙子，那妹妹也不能得到。他们立马翻身找到妹妹，将她绑了起来。尽管妹妹苦苦哀求，并表示可以将所有的草莓都给他们，但姐姐们还是要杀害她。在他们杀害小公主的时候，一个拉小提琴乞讨的瞎乞丐走了过来。他们抢走了乞丐的小提琴，并将小公主塞进琴箱里。接着，他们将小提琴藏在树洞里。公主们回到家后，国王问他们：“你们的妹妹在哪里啊？”他们当然说不知道。他们说，他们一直叮咛妹妹不要走远。谁知道呢？也许她迷路了，也许被森林里的强盗杀害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穷人为了砍柴走进了森林，他正好砍倒了藏着小公主的那棵树。穷人惊讶地发现，树里掉出一个小提琴来。他捡起小提琴，像吉普赛人那样拉了起来。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提琴，他还会唱歌。小提琴唱道：“轻轻拉，你这穷人啊，可别伤到我柔弱的胳膊呀。柔弱的胳膊是一把琴弓，国王埃尔伊的小提琴呀。”魔鬼的青蛙，穷人喃喃自语：“这把小提琴肯定被施了魔法，我要带上它去碰碰运气，也许会有人为这美妙的歌曲买单呢。”之后，穷人走遍四方，赚的钱多到需要用1整辆马车来拉。一天，他正好来到小公主所在的那座城堡。他停到国王的宫殿前，开始演奏小提琴。国王听到美妙的小提琴声后，便派随从将演奏者请进来。随从跑出去找到了穷人，但是穷人说他一步都不走，因为他的钱多到国王都赶不上。随从回去将穷人的话转告给国王。那怎么办呢？国王只好亲自去请他。既然国王亲自一请再请，穷人便进了宫。他在小提琴上敲了1、2下，然后便拉了起来。轻轻拉，你这穷人啊，可别伤到我柔弱的胳膊呀。柔弱的胳膊是一把琴弓，国王埃尔伊的小提琴呀。国王说：“哎呀，
这是一首多么美妙的曲子！两位公主站到旁边探头探脑，其中一位将小提琴拿去拉起来。小提琴会对她唱什么呢？轻轻拉，你这刽子手，可别伤到我柔弱的胳膊。另一位公主将小提琴拿过去拉起来，小提琴唱得一模一样。国王将小提琴拿过去拉起来，小提琴唱道：“轻轻拉，我的父亲啊，可别伤到我柔弱的胳膊。”啊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我也来试试。王后说道。她将小提琴拿起来，开始演奏。小提琴向她唱道：“轻轻拉，我的母亲啊，可别伤到我柔弱的胳膊呀。柔弱的胳膊是一把琴弓，国王埃尔伊的小提琴呀。”此时，小提琴突然裂开，小公主从里面跳了出来。她那么活泼，那么美丽，犹如一只夜来香。哎呀，老天开眼了！两个大公主被吓得当场晕倒。小女儿神奇的失而复得，国王和王后喜极而泣。两个大公主的恶行也便昭然天下，国王在愤怒中要将他们终生囚禁。但在小公主的苦苦哀求下，父亲赦免了这两个恶毒的公主。从此，他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。